老舅觉得紧难嘞。时间没到，还不能看。这只老舅，放我们就跟放贼一样的。鳥取会長、本日は相手で加えの至りです。両編集長、気に入る競売品でもありますか？鸟取会长，您好，我是亚和月刊的副总编陈明之。久仰会长大名，如雷贯耳。今日会长亲自坐镇，我与主编都觉得内心有了倚仗。会长要是有任何吩咐，尽管告诉我们，我们必当尽心竭力，绝不会有丝毫怠慢。你们亚和月刊，还真是人才济济啊！我们的副总编为了我们的杂志社费尽心思，所以今天难得来到这里，让他见识见识。哦，对了，会长，今天晚上您有何安排？还希望您别见怪，此次我带来了另外的专家，只能跟您分享自己。如果有人比我更好，我肯定愿意退位让贤。好，来介绍一下，这位便是我此次请来的顾问，九门的七爷霍老板。梁总编，久仰。您和我之前的一位故人还有些相似呢。那看来我们真有缘分。好了，拍卖会快要开始了，我来说一下今天的计划吧。我不希望我们两个包厢之间产生正面竞争，彼此抬价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所以，凡是我们举牌的货物，梁主编您就不要参与了。明白。若是我们没有追牌，梁主编您可自行斟酌，自由竞价。我们包厢外面的窗帘上若是插了花束，便是我们要拍之物；若是没有，那便是你们的机会。放心，我们肯定不会搅乱会长的安排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怎么了？我总觉得这两个人怪怪的，不太像是杂志社的人，像是当兵的。等会儿看看他们接下来的表现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老季来国里没有成全我们，想必是为了老五而来。他应该会帮我们。就怕去到老五，他有更复杂的原因，事到如今只能随机应变的。我相信就没人提前他半个九门都在新月饭店的。要是曲目之时，九门只剩2门多，希望老师老老珍藏一点。时辰差不多的，把那锦囊拿出来。哎，你个老舅讲的，想看他咋大发的。真他娘啰嗦！
看得懂吧你？新月饭店的拍卖会，一般情况，来者都不是有固定想买的东西，都是有钱人过来淘宝贝的。在拍卖法宝箱之前，需要人为的抬高前面所有拍品的价格。各位贵宾，拍卖会的早场马上就要开始了。闲杂人等请退场。拍卖过程中，请务必保持安静。现在开始走货，每次叫价最低5000。下面是今天的第一件拍品。这是宋君瑶的器型啊！君自有比玉美胜似玉之说，这玫瑰紫釉啊，可是难得一见的上品。还上品？什么玩意儿？钧瓷玫瑰红釉苹果尊，此尊釉色紫若暮云，韵若朝霞，此乃宋君孤品中之翘楚。侯老板，这件拍品如何呀？釉色虽美，但火候不佳，确实不是凡品。第一轮叫价开始。1万。11号桌出价1万。6万。6号包房出价6万。这就是为什么需要2组在现场，老4和老6，你们就负责将所有的拍品的价格抬起来。所有人都想进入晚场，他们必须花费足够多的钱得到3件拍品。你们就要告诉他们，在今天进入晚场非常困难。10万，可还有人加价？10万5千。11号桌出价10万5千。10万5千1次，10万5千2次，10万5千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宾客拍得今日的第1件拍品，让我们一起恭喜11号桌贵宾。这不难啊，这抬价是不难，但我新月饭店经验丰富，我们几番操作之后，所有的竞拍对手和新月饭店都会开始怀疑我们故意做托、恶意抬价，到时候我们抬到冇人跟，自个就会吃瘪。老舅不是讲的，我们不用去晚场，只要把下面这些人的银子过好干部就行了。下把我来缴，啊！你根本听不懂啊！这样到了早场后期，钱都被你们消耗完了，所有人为了节约钱，都不会跟着出价，佛爷就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，最后得到3个拍品，保存实力。诸位，早场已经结束，凡拍得3件珍宝者，请稍事歇息。子时过后，晚场准时开始，其余贵客请速速离场。那个包房的人一直在抬价，
好像是在帮。我去净个手。電話を用意しろ。はい。両本妻は何かおかしい。今儿这货价抬的也忒高了，有什么办法？不拍满3件，晚场进不去呀。5号包厢那家伙拍得倒便宜。挂炉烤鸭，云腿月华酥，姜汁花椒炖翅。您稍等。佛爷，现在距离子时大概还有1个小时。中场休息，包房的客人会互相请教，正是我们了解完整对手的时候。我们现在的身份是罕见，交流起来恐怕会有障碍吧？你身份确实不方便，这件事情我可以做。明天带的吗？带的。小心点。2位贵宾，这是新月饭店赠送的果盘，请2位慢慢享用。梁总编，我家小姐说了，今晚拍卖会的内容有几处细节，需要与您当面商议，还请您移步智慧客厅。我现在就去。那就劳烦陈副总编去吧。哦，对了，尹老板说了，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，留给宾客们自由交流。若是没有要紧事，就不必上包了，更不能打扰。是。你好，请问您要接哪里？帮我接亚和玉肯家技师。好的，您稍等。会長、いいです。喂。喂，请问你找哪位？我是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北平事务所的岸本总一。岸本大人有何吩咐啊？梁总编人在何处？他去参加军事委员会的拍卖会了。啊，请问梁本才先生长什么模样？有没有什么特点啊？梁总编面白身瘦，30出头，戴副圆框眼镜，斯文模样，身量不算矮，平日会把头发梳得很仔细，穿长衫很斯文，其他没有了。全く役に立てない。向こうの話だけではそれが本人がどうか判断できない。陽の知り合いの人を探し、ここへ連れてくれ。席に紛れ。はい。霍当家，新月饭店的尹老板想请您喝杯茶。我可以不去吗？自然是可以。不过，霍当家，今天来了这么多客人，我家老板只约了您，您就不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就一盏茶的功夫。
尹老板，请。姑娘，我一直在等你，请坐。尹老板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今日竟然主动要求见我，不知是为了何事？找你来是为了感谢你，因为你提供的情报，在不久之前。 我们得到了一批古董，九门和新月饭店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九门拿到古董到新月饭店来拍卖，但是这一次不同了，是你直接提供了线索，所以这20万是应该付给你的酬劳，请姑娘收下。 多谢尹老板。哎，等等，姑娘，茶还没喝呢。我还想问一些关于湘西的事情。尹老板不像是关心货源的人。九门和小女是有关联的，有些事情我必须要清楚。这件事只和我个人有关。 与九门无关，尹老板问错问题了。湘西那边到底有什么？我的情报只到这里。九门计划拍下那2只法宝箱，没错吧？您早就知道我的计策。那为什么当时不阻拦？我是个生意人，只对结果有兴趣。好货，对新月饭店就有利。 但是我现在特别想知道，姑娘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人往往最难了解的便是自己。或许我们也从未真正的了解过自己。我无法告诉您事情的全部，我想您也不会在乎的。我只能说，此举是为了救人。 你为什么和日本人一起来的呢？因为这一次是为了救我自己。那看样子你和你身边的人有很多麻烦。即便是危机四伏，你依然可以利用新月饭店做局，很有胆识。 我只是不想再被事情推着走了。那姑娘，你可以掌控全局吗？我曾经也这样想。我原本以为掌控了全局，就能让所有的事情回到正轨，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明白了，有时候错，并不在于个人。 可能对于一个人来说，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选定一条正确的道路，因为在这样的一条道路上，人才不会迷失自己。您刚才说的话，我都听明白了，谢谢您。那2个法宝箱才是关键吧？ 那2个东西里面只有2句古诗。你们九门要来干什么？也许我们也是等到看到了，才能知道缘由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张启山在不在？如果他在，我只能违背我女儿的意愿，替虚苑饭店的股东将他销售，以正规矩。尹老板如果真想他死，不是只需要出去看看，他不就无所遁形了吗？
我现在能做的就是不出去。不出去，他来或者没来，是否尊重新月饭店，就无从考证了。而且我还想和姑娘说一些我能说的。2楼包厢里就有新月饭店背后的人物。新月饭店背后还有别的人物？有啊，是谁我不能告诉你。能背地里控制着新月饭店的人，岂是普通人？尹老板还是关心女婿的。我今天就算想包庇，都很难。姑娘，你如果知道我在说什么，自然就会明白我的意思。似雍容华贵，似神秘莫测，似癫狂小丑，似放浪不羁，可能都是面具而已。他们是来看新月饭店的规矩还在不在，看我做的好与不好。如果他们不满意的话，我也活不过今晚。说，想我没有？嘘，你放心吧，我夫君今天不会出现在新月饭店的。那你不怕尹老板知道吗？知道又怎么样？我是新月饭店的大小姐，我偷个情，他管不了。那你需要几个情郎啊？就你一个。过来。饿了。这是我给你弄的，参加拍卖会客人的验资情况。喏，其中有一个人呢是新月饭店背后的人，我爹都惹不起。华老板，坐，吃点东西。来，尝尝。鸟曲会长应该知道，我这个病忌荤腥，尤其是海鲜。黑温病，免疫机制紊乱造成的。若使用大量蛋白质，确实会造成体内毒素的反应。旁人食之，当然是自掘坟墓。但你不同，药我有的是。只要霍老板当好我此次拍卖会的顾问，想吃多少都可以。来，尝尝。多谢鸟曲会长。晚场差不多开始了，我先去筹备一下。不要，我派人去说，让他们晚些开始。行了，我逗你的。正事要紧，快去吧，千万要小心。
拍卖会一结束，我立马回来找你。那你的副总编怎么办？那只能暂时抛下他。那我就在这里，等我的梁总编满载而归。哎。 待て。両分祭？お前は一体何をした？てめえ俺の問題は聞こえねえのか？え？山本！ 梁本才，你太过分了！这种醉鬼敢往我屋子里带，以后我们俩一刀两断！你别想再踏进我屋子半步，给我滚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俩干嘛？这是我的私事，你们也敢插我？滚出去！是。 让他过来找梁本才，估计发现我们有问题的。佛爷，意外。你刚那在鸟区，人在他不？鸟区并非长居薄平，不好讲。你有没有觉得，隔着佐佐木这样一个人？ 鸟区会长，佐佐木君到了，说是您叫他来的，但是他喝得非常醉，我实在是劝不过来啊。他在哪儿？我带您去。佐佐木，醒醒！ 佐佐木，佐佐木，快醒醒！在这边。会长。おい！おい！佐々木！等他醒，让他给我滚回驻屯局，自己领取处分。是。
真不好意思，失礼了。お前は大日本帝国的恥だ。对不起。他走了。走的。浪费的过早都好久。死有点僵哦，难怪我看陈皮套闲得很。看来中场休息过1个小时。发生了好多意想不到的事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包厢里有不同心肠的人？在下亚和月刊陈明之，冒昧打扰。是你？嘘！没想到会在国内碰到古人。刚刚用的药，刚才发生的事情让我的状态有点紧张，稍等一下就好了。你是真的戒不掉吗啡吗？没得他，我就无法思考。你稍微休息下吧。2位贵客，你们早场只拍得1件货物，按新月饭店的规矩是不能继续再参加晚场拍卖的。什么？只拍得1件就不让进晚场？这谁定的破规矩？我可从来没有听你们谁说过。我们东家花了这么多银子买下这间包间，说好了整场都能做的，这一来就让人给撵下去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来，你看看啊，白瞎我们整了这么多钱，就等着晚场用呢。您先别生气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们都是早场的包厢贵客，花了大价钱，若是愿意随我一步到散座去，依然可以围观我们晚场的拍卖，只是无法再举牌了。这不是抹我们东家的面子吗？把我们从这儿赶下去，我东家丢不起这人，去不了，去不了。哎，我们来这儿是扬名的，如果楼底下有角落一点的位置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哎，可是2位爷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安排。啊。给6号包房的人安排个醒目的座位，这些人来路不明，不在视线范围内，恐怕会有问题。各位贵宾，晚场拍卖现在正式开始。本场共计10件拍品，皆为压轴重器。本场拍卖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大洋，上则不封顶。下面便是本场第1件拍品——汉代玉卧羊。各位，现在开始出价。5万。11号桌出价5万。6万。
10号桌出价6万，8万，7号包房出价8万，11万，14号桌出价11万，12万，15万，20万。往事如云烟，无声中决断，这谜局纷乱，谁又难得考完？在寻常不过的道别，抬头似乎是艳阳天，或许是最后的并肩。来日珍重。